对于日本来说，美国现在的衰落速度根本不足以继续维持对于西太平洋的控制力了，撤离亚太收缩本土已经成了定局，只是时间而已。高市早苗只是被放在台前的弃子，民主党的傀儡都自带一股子用完即弃的卫生属性。你看尹锡悦两口子就知道了，用一个保不住的地缘支点可以实现拖住东大、美元回流以及搅乱川普布局的作用，现在的民主党也是在所不惜。而对于日本的高层，尤其是右翼分子来说，原本也是很希望借松狗绳的机会，一来争取到美国对以色列那种级别的支持和力挺，万一呢，美国以前还不敢对伊朗直接出手呢，这次不是也动了？趁着美国还有家底，与其等着俄乌去掏空美国，以色列去掏空美国，不如自己也掏一把。如果能借美国之势拼一个大的，其实也确实能给日本打开国运的窗口。日本当年崛起就是因为朝鲜战争，美国需要日本作为踏板进行了产业转移，以他们的脑回路啊，如果中美再起摩擦，日本岂不是又迎来了一波产业转移和发展突围的窗口？不要怀疑啊，他们是有点子刻舟求剑的这个民族恶性的。比如啊，他们之前的奥运会和世博会成功的拉动了经济，这一次就完全不顾现实情况，吵着闹着都要再承办一次奥运会和世博会，就希望能够再现日本50年前的辉煌。派出来高市早苗这个素人政客出来皇废，其实也是一样的思路，成了再创辉煌，成不了就弃卒保车。然而呢，显然美国两党现在最大的共识就是自己坚决不下场，爱谁冲谁冲。民主党那儿还打算给点援助，川普这是一毛不拔。日本政客的这个思路啊，到现在随着没有任何美国政客和利益群体出来接茬帮腔，就已经基本破产了。那日本政客的第二条思路呢，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拦着高市早苗，心里面也打着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算盘。日本现在经济非常惨淡，如果借由地缘紧张搞军备，那海量的订单和资金它不就来了吗？当年乌克兰开战之前，经济也濒临崩溃，谁都赚不到钱。那现在权贵们可是吃了个盆满钵满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他们的疯和民主党的坏就助长了搞事的独苗肆无忌惮的生长。然而现在这样的结局会如何发展呢？我们今天做一个推演，我们对于日本的后续操作一定是军事威慑作为兜底，在货币层面上迎头痛击，在产业上面连根拔起。要知道现代战争已经不是80年前那样的攻城略地了，真正的攻击是激发地区的内部矛盾，再通过金融和贸易榨干地区利益。日本现在就是一个通胀的状态，汇率近几年波动很剧烈，全球第二的债务比率使得日本的汇率成为了它巨大的软肋。日元一旦开始像这几天这种大幅度的贬值，实际上对于日本这种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的打击是很大的。原材料变贵了，出口贸易的油水又被压低了，看似有利于扩大出口，其实无异于是日本的自我压榨。同时呢，配合产业端我们对日本的替代和卡位，日本的产业端不能够全部自主，对我们有很强的依存度，所以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以及核心零部件的卡位，可以说长期瘫痪日本的优势产业只是时间问题。现在还想着抱团吃军备红利的产业们，随着内部利益的分配不均，很快就会瓦解利益同盟。就像欧洲车企开始看荷兰的安氏之乱的时候还挺开心，现在最反对的也是他们。要知道连川普都受不了通胀对于社会的冲击，日本的抵抗力只会更差。等到国内资源因为军备不断的错配，内部的利益彼此严重踩踏，严重的通胀影响到民生的时候，很多有利于我们的改变自动就会发生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就是要让日本内部的大滞胀在最短时间内完全爆发出来。国民生活成本无与伦比的飙升，虽然没有大打出手的爽感，但是却是最可能也是最釜底抽薪的办法。被掏空的日本，得不到美国经济转移和武力救助的日本，才是彻底失去威胁的日本。可以说我们接下来的部署应该是货币战争、产业夺舍、军事威慑。这么多年来，日本最大的软肋依然是经不起消耗，如今彻底摧毁日本的造血能力才是对其去势的根本一击。全球金融市场是有联动的，随着我们的出手，市场有调整和震荡是正常现象，各位稍安勿躁，等1周之后再看谁在坑里谁在岸上。长期来说，日本现在可以吃到的全球分工里的奶油比较多的那块蛋糕，以后就一定是我们的了。既然美国想要地缘动荡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动荡集中在日本的西南。上期视频里我分析过西南门户对于日本和美军基地的战略价值，现在切香肠已经开始了，而那些需要考虑供应链安全的相应产业留在日本就成了一种自残。市场不能按天来评估，长期的趋势才是关键。就像本子家的好日子啊，日后还长着呢。